韦伯所谓的那种科层制度，把一件事情拆散成许多零部件，每个人执行一小部分，对事物的整体没有办法理解，这是现代化或者合理化的根基所在。换句话说，大屠杀是内在于现代性的。同样事情是可以用于工业生产的。一个原始部落民要吃一块肉，自己打猎，自己剥皮，自己把骨头取下来，自己煮出自己吃，整个过程都在他掌握之下。在歌德那个时代，虽然他并不是医生，但是他的时候知识分子还是百科全书式人物，所以他会去做现代诗人不会去做的事情，像牛顿一样拿了一个玻璃球去研究光，他也觉得牛顿的光学不对，我自己给你研究一个颜色学，不会比牛顿的差。他自己去参加外科手术，意思是说，即使他自己不会亲自做的话，这些手术他也能看得懂的。世界对他来说是整体性的。然后对于希特勒那个时代的工人或者是士兵或者是普通人来说，世界已经是破碎的。他们所从事的，比如说克虏伯钢厂的工人，他们肯定从事就是流水线上的某一个环节。对于整个大炮是怎样造成的，所有的工人都没有概念。他们造出的大炮跟德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是怎样一种结构，完全依靠叙事体系。叙事体系不同，就会导致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完全不一样。所以德国人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跟其他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国家的官僚和普通人是差不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德国人普遍认为他们是受害者。协约国提出的指控，比如说是击沉了什么船只、枪毙了比利时什么护士之类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战争责任如果有责任的话，也是大家一起责任，不可能是单方面追究德国责任。德国唯一的责任就是打了败仗。这种情绪是德国参加第二次战争的主要动机，而盟国在战后的逻辑就是第二次战争当然跟以前不一样，希特勒是特殊的，没有希特勒就没有战争，而德国的战争责任包括犹太人大屠杀，显然是盟国没有做过事情，不能像第一次战争那样找借口，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讲明白，以免历史重演。然后希特勒和手下的官僚就变成无法推卸的责任人了。但是正如埃希曼所说的，他们自己只是执行了工作的一小部分。像奥斯维辛那些看门人或者是服务人员，他们肯定是没有亲手杀过人，而且他们认为他们受雇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跟受雇于普通的企业主或者他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特别把他们专门挑出来呢？如果都按照那种我们都是受害者的逻辑去推理的话，一切责任就会消失了。所以所谓的大屠杀理论就是要把纳粹大屠杀加以特殊化，作为一个特殊的标杆。奥斯维辛以后不能再有奥斯维辛，因此从大屠杀当中拯救现代性，因为实际上现代性和大屠杀是一体。如果按照纳粹大屠杀的本性来说的话，我们得承认，第一，大屠杀不可能发生在原始社会或者封建社会或者歌德时代以前的任何社会，因为组织性就是韦伯所谓的理性化和科层化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人从事的工作和他整体认知途径没有割裂到这个程度。第二就是如果割裂到这个程度的话，大屠杀不会只有一次，也不会跟德国人或者跟纳粹党有什么特殊关系。但是这第二点恰好是以色列人的审判、纽伦堡的审判和现代叙事体系对纳粹的污名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他就是要把大屠杀特殊化，论证纳粹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人都不会做这种事情。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继续维持现代化，坚持说我们跟纳粹是不一样的，他们干的事情是我们不会干的事情。但是埃希曼的道德是不是会比一个法国官僚、美国官僚或者英国官僚个人道德更坏？这是很成问题。谁敢说，比如说一个以色列的官僚之所以没有遭到埃希曼的下场，完全是因为德国失败了，以色列没有失败的缘故呢？这个问题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这一点才是阿伦特和现代性叙事要回避的根本问题。例如，他们留下的最大一个漏洞就是苏联。很难说德国人干的事情苏联人没有干过，既然苏联人已经干过的话，那么大屠杀就有特殊性。而苏联包括学习苏联和苏联模式建立所有现代化国家，包括中国，都是本身不具备现代化条件，被列宁党强行现代化。而且正如中国共产党正确指出的，没有我们，你们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你们会跟马来西亚的部落民一样，在苏丹和军阀的统治之下，不会有什么大工业这些东西。我们主持大工业技术跟主持集中营技术本质上是相同的。同样的干部集团能够主持大工业建设，大工业建设什么就是把资源用超级手段集中起来。同样手段当然也可以杀害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是无法改造、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居民。
在古代，在殖民主义初期，英国人、荷兰人、葡萄牙人之类的，有的时候也会杀害土著居民，但那是零星的个别的行为。殖民者没有能力用科学的思维来考虑整个问题，只是发生局部冲突的时候，狠狠地杀了一阵子。他们想不到把全体居民统统组织起来，改造不了的，统统像工业废料一样处理。这种思维方式就是现代性的根本。所以，大屠杀不是现代性偶尔不轨，它跟现代性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大适应现代生活的人，反而不容易适应大屠杀，而维持大屠杀这种逻辑，以及在大屠杀失败以后论证自己是无辜者的逻辑，根本上就是近代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很不幸，纳粹是对的，就是他们的倒霉之处在于，不是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干或者干的这种事情，而是他们失败了，而国际政治以及德国要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重启。如果德国不做一个现代化国家，他们可以坚持到底的。要做一个现代化国家和欧洲国家在一起，必须由德国本身来否认纳粹大屠杀。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纳粹特殊主义，把纳粹的符号性的东西，包括其实产生比纳粹要早得多，中东很多古老民族，包括现代佛教书都用过纳粹符号，选为恐怖的历境。这个符号其实跟实质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样的问题，就是纳粹大屠杀体现的特殊性，有一部分是德国的不安全性和德国资源的匮乏造成的。我们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人送集中营那些日本人得到待遇比较好，是因为美国处境比较安全。假如美国快要战败了，或者至少是已经没有可能胜利的话，这些集中营的日本人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的问题？到底哪些是属于自由民主的本质所致，哪些只是属于胜利者的安全和宽大所致？这两者是很不好分开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现代化工业国家之间的冲突，资源和组织，有效的组织资源的能力是胜利的关键。在今天的现代社会当中，有效的组织资源能力虽然不再像总体战线那么重要，但仍然是非常关键的。而有效的组织资源这件事情，跟自由民主的神话本身就是有严重的冲突。别的不说，像 lockdown 就是很显然的问题。川普和极端派的基督徒本能的体会到强制戴口罩或者是 lockdown 这种行为跟美国政治理想是截然对立的，尽管是以公共防疫的理由提出来的。能够比较好的事情 lockdown 的地方，都是个人自由传统很差的这些地方。越是民主传统强 ，lockdown 越是不好执行。这就体现了阿克瑞时代自由主义者的名言，就是自由是古老的。日耳曼人的自由，普通法自由不是别的，就是日耳曼原始部落的古老传统。这个古老传统在全世界原始部落当中都有，并不特殊。英国人和普通法特殊之处只是在于他们把古老的自由一直珍惜的守护下来，没有被新兴的专制主义摧毁。而法国和西班牙人则像是圣经里面以色列人那样，接受了专制主义带来好处的诱惑，才没有把古老的自由守护住。所以纳粹和现代性的关系其实也是一样，现代性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东西，它根本上拆毁了自由主义逻辑对于个人道德和个人责任的认定。你的所作所为跟你所作所为造成的结果脱钩了，切断了，这个结果不取决于你，你对这个结果的理解要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叙事体系。比如说今天德国仍然有技术工人，他们跟克虏伯工厂技术工人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的唯一差别就在于他们接受的叙事体系不同。克虏伯时代德国工人接受的叙事体系是德国人被拿破仑和欧洲列强长期欺负，现在终于站起来了，你们是世界上最优秀技术工人，你们组织性是最好的，比起堕落和散漫的英国和法国人要强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列强害了你们，反过来污蔑你们，你们跟所有德国人一样心怀怨愤，希望德国重新伟大起来。二战以后，同样一个德国工人，他得到训练体系是战争本身是邪恶和愚蠢的，纳粹卑鄙地利用了你们，干出了非常邪恶的事情。这两种事情都是通过教科书和主流媒体送到他们脑子里面的，而不像是杀野兽、吃兽肉的原始人通过自己生活经验得到的。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因为现代人没有办法像古人和原始人那样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给自己制造出认知途径。原始人和一个古代社会的农民或者中世纪手工业者的认知途径是他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而得到的，意识形态对他不重要，而且意识形态如果跟他的生活经验相矛盾，
这样的意识形态他是不会接受的。现代人不一样，大多数现代化的城市居民，他们相信什么或者不相信什么，跟他们生活经验没有关系。确实是一个以色列的小官僚相信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行为跟纳粹对犹太的行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纳粹认为消灭犹太人作为最终解决是日耳曼民族复兴必须的步骤，这也是一个意识形态方案。除去这些意识形态设计以外，他们在办公室里面做的工作确实是相差不远。一个人是战犯，另一个人是饱经患难的犹太民族终于获得自己祖国的功臣，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也完全是国际政治的后果和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我们要注意，国际政治的后果按照传统的犹太基督教的伦理来说是没有神圣性和最终性的。因此联合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把纳粹大屠杀特殊化这件事情隐含着表面上看不出来，在碎片化的现象也看不出来，但是从思想渊源的最深处，我必须说它是敌视犹太基督教传统，是反基督的，而且跟纳粹自身所建立的意识形态和所有民主国家民主神话建立意识形态倒是一脉相通的。它是一种自由主义者称之为武断的意识形态建构，而不是像犹太基督教传统那样把所有人造的东西、暂时的东西跟真正属于上帝意志的东西、不可毁灭的灵魂区别开来，等于是说把二战造成的国际体系跟维也纳体系和以前的国际体系不同，赋予了近乎宗教的神圣性和建构性，变成一种永远无法改变的东西。但是由于这个体系本身也是由物质力量和特殊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造成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是变成显而易见的。阿伦特呢，对这个体系其实它本身就是重要建构者之一，他强调了事物的一方面，当然是根据他本人的感觉，就是说是作为人和人来说，他觉得这个人跟他平时见到的小官僚和非色人物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因为这件事情被称之为伟大思想，他的别的著作我先不评论，就这一部书来说的话，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根本谈不上思想性，无论说是政治性的。1960年是以色列开始站住脚跟的时代，变得不像是一个随时会被消灭的草台班国家。这个时候他要通过审判纳粹余孽来确定自己的合法性，这是他采取这些行动的直接动机。而西方国家呢，在冷战结构基本上固定下来以后，要对二战体系进行重新解释，而不是像二战刚刚结束以后，很明显的在丘吉尔那些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眼中，关键问题是德国问题造成的中欧不稳定性和重建国际体系必要性。德国人杀犹太这件事情只是德国人的众多犯罪之一，不是很特别。但在冷战时期，双方西方打的自由民主机制，苏联打的进步和人类解放机制，在边界基本凝固的情况下争取舆论红线的时候，反纳粹战争的道德正义性和相应解释性变得相当重要了。就在这个背景下，阿伦特的分析才显得其实是至少到我看来是貌似深刻，其实是肤浅。他应该知道，应该说是除了盲目讽刺过那种在自己养尊处优的生活当中，除了牙疼没有经历过任何痛苦知识分子以外，他应该知道同一个人，包括自己，在不同场合之下是会表现得非常不同的。像赫尔曼·沃克报告文学作家写的《凯恩号画变》当中，就描写他们那位舰长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显得惊慌失措，失去了部下官兵的心，以至于被想夺他权的人夺了权。但是回到美国，在法庭上审判的时候，他出现法庭上的时候是个衣冠楚楚、镇定、聪明、反应敏捷的人，完全看不出他当时是如何慌乱的。经历过世界的都是这样的，同一个人，比如说在吃饱的时候没有吃饱的时候，在床上和床下，在女人身边，一个女人身边或者别的女人身边，他本能的会表现出不同的角色。不要说别人，一个说方言的小孩子在学校里面说国语，在自己家里面说方言，他本能就会在学校里面的国语环境当中和自己家里面的方言环境中有不同的行为模式。这个都不用设计，肯定就是人类的本能的社交能力一部分。而人类本身的认知极限，比如说在安全情况之下表现得非常英勇的人，嘴炮分子，到了前线吓得惊慌失措，或者是面临严刑拷打的时候什么都招出来，这是多不常见的事情。艾希曼在失去一切以后显得像一个普通的小官僚，借口说是一切都不是他干的事情，这个一点都不能代表他在30年的在做官时候的表现。所以是退毛凤凰不如鸡，这是非常常见现象。没有官做的人，他会非常真诚的以为一切都是身不由己，
但是他在有关注的时候，同一个人完全可能根本不能忍受别人说你他妈有什么了不起，你不会执行命令的，而是会非常夸张的表现说我是个很牛逼的人物，你们怎么能看我很不重要。有些行动，比如说是所谓的摆官架子，我们人人都见到了的，就是做官的人觉得你们不能把我看成一个螺丝钉呀，我是很厉害的人物呢，我行使的国家权力是我自己的权利的，为了害怕你们不明白，我特别给你摆一个架子看看。摆官架子是多么常见的事情，简直非常符合人类的本性，或者说不是官的有钱人得此消费一下，让你佩服他，这是多么常见行为，这就是人类非常日常的本性呀。所以你并不能够用他在后来的平庸性来衡量他原先的行为。应该说吧，这种效果其实主要是一种剧场效应。我们大家都要做出奥斯维辛以后你不能再写诗了，奥斯维辛以后不会再有奥斯维辛，这件事情就是独一无二和过去的事情。然后我们深刻的思考，深刻的反思，越是深刻的思考反思，就越是证明我们离奥斯维辛越远，我离埃希曼越远。我不是因为碰巧生在德国以外，生在战胜国的领土上，所以不是埃希曼。我在我自己的公司或者在我自己官场中削尖脑袋往上爬的所有技术，包括假如我是个知识分子的话，写一些深刻的文章来反思纳粹，痛骂纳粹这些行为，跟埃希曼写一些报告来侮辱犹太人，尽可能多杀犹太人是有本质区别的。而失败的埃希曼这很可能认为，其实你他妈的这一切只不过是运气好，我要极力证明我不是运气好，而是我本来就好。请注意，这个事情可比纳粹要古老的多，就是人类自古以来幸运者都倾向于寻找意识形态，证明自己不是仅仅幸运，而是本来就应该幸运。而失败者总是想寻找借口来说自己并不邪恶或者并不无能，只不过是运气不好。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所有主义都是围绕人类这个基本心理需求而展开的，而这样的自我文饰正是犹太基督教传统通过约伯记和其他故事要克服的东西。什么叫做人类本性的残缺？这就是人类本性残缺。约伯记要说什么？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人在世界上也会接受患难。犹太人永恒的哲学前提是什么？不是我要像英国和法国一样建立一个大国，打着你们满地找牙，而是回答上帝摆在犹太人面前的问题：为什么好人受难，坏人得势？约伯就是犹太人的化身，也是人类终极处境的化身。为什么选民不是世界统治者，而是全世界迫害的对象和最饱经患难的主体？如果我只是像知识分子那样出一道考题让你写文章，像阿伦和其他人那样写文章，那你写出来的东西必然像阿伦那样肤浅。上帝当然不是这样做的。正如法国南神派的思想家对法王路易十四所说的那样，陛下，上帝存在的证据是什么？请看犹太人，犹太人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明。你国王陛下及其你的所有丰功伟绩不是上帝存在的证明，犹太人是世界神秘性和上帝存在证明，或者说的更准确，犹太人及其苦难及其特殊性。以色列国家作为一个依靠民族神话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它没有特殊性，这正是某些正统派犹太人根本反对以色列建国的原因。纳粹迫害犹太人，在他们看来，跟约翰国王迫害犹太人，或者是穆斯林皇帝迫害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又来一通。他对犹太人的特殊使命并不损害，而犹太人变成了以色列国民，像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设想那样，犹太人的苦难随着祖国的建立停止了。以后犹太人像英国和法国人一样，不再是特殊的民族了。犹太人不再是犹太人，而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像英国人跟英国人的关系，法国人跟法国人的关系一样。犹太人的特殊性到此结束了。这一点才真正背叛了犹太人的特殊使命和上帝交给犹太人的使命。上帝交给犹太人的使命，不是你像知识分子那样坐在书呆里面回答世界的苦难和邪恶问题，而是上帝把你扔进了苦难和邪恶当中。让你明白承担世界的苦难和邪恶就是你的使命。像法兰西国王和法兰西贵族从小就明白替法兰西人民承担战争和死亡的任务，替法兰西人民承担战场的危险是你的使命一样。犹太人跟世界其他民族的关系就是法兰西贵族和不用打仗的法兰西国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为全世界罪人提供了关系。我作为选民去承担世界本质的不义，
这个不义是本质的不义，是深入到人的一切处境和一切人灵魂和物质深处的不义。它是不能够通过人类所能够力所能及的正义，例如纽伦堡的正义，或者是雅尔塔协议，或者是维也纳体系得以改变的。人类体系所能够制造的正义，无论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正义、包青天的正义，还是维也纳会议的正义，他们都是残缺不完善的，不可能改变人类根本性的苦难。所以，假如联合国告诉你，随着纳粹的灭亡和联合国的建立，种族毒杀永远结束，世界苦难永远不会重演，犹太人就永远安全了，那么这只不过是一个肤浅的幻想，是历代早在中古时代和更早时代，犹太人通过自己的生活，在上帝通过圣经和约伯记告诉他们的真理中早已被征服的东西。它不但不是更深刻的东西，而是早已被征服的更加肤浅的东西。没有这样的正义，这样的正义都是浮云和幻觉。犹太人永远需要作为人类苦难和邪恶代表，面对上帝给他们提出的难题，寻找。这个寻找不是像科学家一样研究，而是通过自己身体的体验，活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来。对于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来说的话，充满罪恶的世界，人类永远不可能像是撒旦对耶稣提出的罪恶来了。耶稣，你做世界的王，永远使世界沐浴在正义的阳光当中，不会的。人类的统治永远不会完全正义，完全正义和全知全能要仅仅属于上帝。人类永远是有罪的，新的罪人推翻了原有的罪人，以为他可以消灭一切罪恶，其实这也不过是幻想，他只不过会以另一种形式罪恶来替代原有的罪恶而已。一个真正的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体现者，或者说一个真正基督徒，他会对纽伦堡的法官说：你们没有能力实行正义，你们也实现不了你们的承诺。纳粹主义和现代性在你们身上，正如在埃希曼的身上一样，你们建立起国体和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安慰你们的良心和安抚你们的选民，使他们相信他们已经远离了人类固有的根本的生存处境。从这个角度来讲，阿伦特和他进行的所有反思，包括联合国和近代进步舆论，灌输给像龙应台和龙应台的读者，我老人家所有的进步青年、知道分子和报刊杂志读者心目中那个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是大家疯狂的跳起来争夺。我们苏联人干的事情跟纳粹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的事情绝对不是纳粹的重演，日本人只是跟德国人结盟，没有做出任何跟纳粹有关系的事情。我们民主国家打败了纳粹和苏联，我们怎么可能是非正义的？诸如此类的逻辑和争论的必要性，都是沿着纽伦堡和诸如此类的人类可以在世界上实现正义这个逻辑而展开的。而这个逻辑就根本违反了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根本，就是说人永远没有能力实施正义。如果说有什么是深刻，有什么是肤浅，那么我的直接导向说，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核心就是这一句话：人没有能力实现正义。任何自以为和宣称实现了正义的东西，第一，他们必然是肤浅和虚假的；第二，他们很有可能是更大的非正义的一个保护伞和遮羞布啊，像阿伦特那样论证通过深刻的反思啊，远离非正义，实现正义的反思，从根本上讲，它不是什么深刻的东西，而是人类固有的幸运者把自己幸运合理化的各种肤浅的借口，一种最新的现代表现形式而已。埃希曼虽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但是当他陷入不幸和绝望，在绞刑台上说，按照基督教的传统，他跟世界上所有罪人一样，也是罪人，而罪人在自己在绝望之中，反而比执行正义的法官和幸运者更容易接近真理。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也像阿伦特肤浅的为幸运者做出解释一样，也在肤浅的为失败者开脱罪行的同时，但他的失败、绝望和他的借口，其实比胜利者的反思更加深刻地揭露了人类，这个才是萨特和存在主义者、阿伦特和现代自由民主思想家所企图回避、从水面上爬过去绕过去的东西。人类最深刻的罪性和正义的不可能性，人类不是由于单纯的政治意义上或者贪婪自私这东西实现不了正义，而是像是小孩子举不起一个150公斤的杠铃一样，根本就没有能力理解和承受正义的。